有沒有人曾經有過這種時刻，剛學會一點東西就開始教別人，股票賺了2次就覺得自己是股神，煮成功一道菜就開始批評餐廳主廚，健身2個月就開始指導別人深蹲。最神奇的是，人類有一種超能力，叫做成功一次就以為自己無所不能。然後呢，人生最精彩的地方來了，現實通常不用很久就會送你一份免費千杯套餐。你開始以為自己很會投資，市場跌了；你開始以為自己很會管理，員工離職了；你開始以為自己很會做人，朋友封鎖你了。各位有沒有發現，人生有時候最大的老師不是成功，而是現實。然後呢，今天的經文以西結書28章1到19節，就是一堂驕傲翻車實錄。背景很簡單，推羅王有錢、有權、有影響力，成功到什麼程度啊？成功到他開始覺得我就是神。各位，這句話聽起來很誇張，對不對？可是翻譯成現代版，其實沒有那麼陌生。有些人嘴巴不會說我是神，但生活卻是這樣過。我的能力就是答案，我的判斷絕對不會錯，別人都不懂，只有我懂，不用問神，我自己可以。這不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嗎？然後呢，神透過以西結說了一句超扎心的話，他說，你心裡高傲，自比神。注意，是心裡。驕傲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外表，而是他很會偽裝。有人驕傲的很高調，有人驕傲的很低調。有些人嘴巴一直說沒有啦，我很普通。可是如果有人糾正他3天睡不着。有人說一句不同意見，他立刻開啟辯論模式。因為真正不能接受的不是批評，是自己的形象被動搖。然後呢，經文接着說，推羅王很有智慧，很會做生意，累積了大量財富。看到這裡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神沒有否定他的能力，神不是說你太有錢所以有罪，不是。問題是什麼？問題是他開始以為財富是自己創造的，成功是自己配得的，一切都是自己厲害。各位有沒有聽過一句話，當人成功久了，很容易把恩典誤認成實力。今天能站在這裡，真的只有努力嗎？如果出生在戰亂地區呢？如果沒有健康呢？如果沒有遇見願意幫助你的人呢？很多事情其實是恩典，只是我們太習慣，所以忘了感謝。然後呢，後半段經文更精彩，神形容推羅王像在伊甸園，有各樣寶石裝飾，又像瘦高遮掩約櫃的基路伯。意思不是他真的就是那位天使，而是用極高的形容描寫他原本擁有尊榮與地位哦。可是問題來了，因美麗而心高氣傲。哇哦，這句放到今天簡直像在講社群媒體。以前的人照鏡子，現在的人照前鏡頭。以前一天照3次，現在一天自拍30次。以前吃飯先吃，現在吃飯先拍。有時候食物都冷了，照片還沒修完。各位不要誤會，拍照沒有錯。問題是，如果一個人的價值全靠按讚數決定，就很累。今天流量高，很開心；明天流量低，懷疑人生。人生變成一場永遠刷新的排行榜。然後呢，神說驕傲會讓人看不見真實的自己。這才是最大的危機耶！因為當一個人覺得自己永遠是對的，他就停止學習；當一個人覺得自己不需要提醒，他就拒絕成長，
最後不是別人害他，而是自己的驕傲把自己困住。你有沒有發現，空杯子才能倒水，滿杯子再好的水也倒不進去哦。心也是一樣，謙卑的人天天都在成長，驕傲的人天天都在證明自己。一個忙着學習，一個忙着表演。然後呢，所以這段經文真正的重點不是在講推羅王有多壞，而是在提醒每一個成功的人，成功不是終點，而是考驗的開始。你可以擁有能力，但不要敬拜能力。你可以享受掌聲，但不要依賴掌聲啊。你可以累積財富，但不要讓財富取代神哦。因為真正穩固的人，不是永遠站在高處的人，而是站得越高，越知道低頭感恩的人哦。最後，我想送大家一句話：真正毀掉一個人的，不是失敗，而是成功之後再也聽不進任何提醒。願我們不是因為跌倒才學會謙卑，而是在蒙恩的每一天都記得抬頭仰望神，低頭感謝人。金句：真正的高度不是站得比別人高，而是站得越高，越知道一切都是恩典。